你在这个节目现场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？我愿意。可以。为什么当时走了，今儿又来了？你能告诉我吗？当时吧，就是，哎，怎么说了？是因为我们订婚了嘛，然后我就一直要跟他说，我说你现在跟我说清楚，你现在这婚你是结还是不结？然后他就跟我提。你说那样的话，然后觉得我母亲错了。那这个事儿我们放在一边啊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有就是我们2年之前就因为一个女的一直吵架，以前嘛他还挺顾及我感受的，我发现他跟那女的联系嘛，然后他还说什么跟我道歉呀什么之类的，现在他就明目张胆的联系。我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把这些事儿都那什么的。可是问题是你就这样没完没了是吧？我就觉得你就是因为他呀，要不是因为他，你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那个他是谁呀？我朋友。他一直说他是一个普通朋友，然后我的第2个要求就是啥了？不要干涉我的朋友圈啥的，我也不干涉你的朋友圈，你也别干涉我。我干涉你朋友圈了吗？那别人我也没管呀，为什么我偏我就说这个女的呢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跟我们详细的说说。就是我们本来之前处了也没几个月的时候吧，就有一次他送我回学校，他下去买烟的时候，然后我在车上发现一个手机，但这个手机也不是他平常用的。通话记录都是一个号码，也没有备注，短信啊什么发的都特暧昧。发什么暧昧？我又没给他发短信。那你没给他发，但是他给你发了呀。他给我发，我没理他。他当时怎么解释？当时的时候他就跟我说，他说这手机不是他的啊，是说是他朋友的。然后我就不相信他，然后我回了学校，我也没有理他。但他第2天，然后他就去我们学校了嘛，买了一朵特别大的玫瑰花嘛，一捧，然后就送我了。当时我挺开心的，这事儿你就不追问了。但是我觉得，哎呀，所以啊，女生呢，记住玫瑰有时候害人的。这个手机到底是谁的？手机是他的。第2次的时候他承认的。那你为什么骗你女朋友？接着说，第2次又发现什么了？就是怕他这样一直无理取闹。第2次你发现什么？第2次的时候嘛，然后我们是放假了嘛，然后我让他过来接我回家。他跟我说那天是10点钟来接我，结果快11点了他都没有来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他接起电话就说喂啊我在忙呢，先就这吧，他挂了以后我就觉得我那天在忙，我告诉你了，你在忙吗？你跟那个女的在一起了1天好不好？客户都来了，当时我陪客户谈到下午我才过去找你。你是谈生意吗？你明明是跟这个女的在一块儿好不好？当时我等了他1天，我等了他10个小时。那只是你的猜测而已。从早上10点钟等到他晚上8点钟。我中午给他打电话，我饭都没有吃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又是特着急。我说你到底在干嘛呀？然后他就说啊，我现在跟你解释不清楚，然后完了再说吧。他又挂电话了。8点钟的时候，他说啊，那我快到了。然后后来你老提这些事儿，你不觉得烦吗？问题是我就觉得就是因为他呀，就是因为他你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是说这2年来，这女的一直就在你们的生活里吗？我在认识她之前，我就和。可是为什么你要因为他骗我呢？他只是我的一个朋友，很好的一个朋友。不是什么样的朋友，就是你需要有一个专线电话跟他沟通。不是专线电话，这可不就是专线吗？一个手机里面就一个号码，就一个通话记录，就一种往来短信。那为什么你那个就是我一般上班用的那个，就是联系外人用的那个。那为什么只联系一个号码呢，兄弟？他就是这么说，里面存好多人电话。你知道我怎么发现的吗？当时我特别生气，我也没理他嘛，在车上，然后结果我就听见车上就有震动，还是那个手机，他说他朋友手机还在他车上，然后我接起电话来我就没有吭气儿嘛，然后那个女的就说哦你回家了没有呀？我已经回来了，堵车吗？我说你谁呀？
啊。然后那个女的听了我说话以后，她就立马把电话挂掉了。哎，你跟他谈恋爱这2年多，一直都有这个女生阴魂不散的围绕在你们周围吗？就是这次我发现以后不是第2次嘛，然后完了他就是认错态度特别好，然后之后我也没有发现了。那说明没什么嘛，你。可是问题他现在又跟那个女的联系啊。第2次发现那个手机震动的时候，他是怎么认错的？说清楚。他就跟我说什么他其实真的没有什么，真的你冤枉我了或者怎么地，然后他就一直说，然后他就又哭呀又什么的，他跟我认错态度特别好，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。我所看到的台本上可不一样，你要说就说清楚，要不然的话不有利于真相浮出水面。我所看到的是他把手机摔碎了还给你跪下。是他是把手机摔碎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说呢？我觉得这大庭广众之下不太好吧，说他一个男人，我觉得他。但他心里没有愧，他能跪吗？平时哄哄也就算了，这恰恰说明他有问题啊！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到那天的时候，我也原谅他了嘛。然后之后吧，他对我也挺好的。然后订婚以后，我就发现，然后他又跟那个女的联系。那个女的只要发一个朋友圈，他就回；发一个朋友圈，他就评。然后穿什么衣服呀，还评。他看见我发现了，然后他什么都没有解释。然后我就一直问他，他现在就一直不承认，就是他跟他是普通朋友。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？订婚以后我去了他家。然后他就对我呼来喝去的，他以前从来不这样。他去了他家就是什么都让我做，就好像我是他们家保姆来。嫁到我们家就成了我们家儿媳妇了，你做点什么都任劳任怨，是不是？你不应该。可是问题是该做的我也没少做呀，但是为什么你就一直指挥我，一直指挥我？我那不是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吗？这个呼来喝去算第3个要求吗？对，我就是希望她嫁到我们家做个贤妻良母，任劳任怨。任劳任怨是关键，也不是任劳任怨，我也没有指挥他什么呀。你怎么没有指挥我呀？当时人特别多嘛，我就是让他表现一下。那我也做了呀，拖地呀，然后打扫家呀，然后收拾碗筷、洗碗呀、做饭我都做，我又不是不做。然后他特过分，他有个姐姐家小孩就是很小嘛，然后他就跟我说要撒尿了，你赶紧把尿去。我又什么都不会，我又什么都不懂，然后他就指挥我。还有更过分是他姐，我不是喝多了嘛。然后喝多就吐了一客厅，然后结果他还让我说，你赶紧给我姐夫收拾去，你看他吐那多恶心啊！他知道恶心，他还让我收拾。我就觉得他现在就是又是因为聘礼，又跟我妈说那种话，对我呼来喝去，对我指挥来指挥去，就是因为那个女的，他现在就是因为那个女的。不要把这些事儿和这个女的牵扯上关系，和她没有任何关系。可是问题你一直都没有告诉我你真实的情况，你到底跟他是什么关系？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是普通的朋友。你跟他没有关系，你就一直因为他吵架吗？他就一直都在骗我，从认识的时候他就在骗我。假设就是因为那个女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我现在就想要真相。明白了，哎，你跟这女生真没什么吧？她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。多好的好朋友，可以说是无话不说吧。那个好朋友有男朋友吗？前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分手了嘛，她不是心情不好，就是一直跟我说话。她为什么跟她男朋友分手呢？那个男的不体贴她呀啥的。你们俩之间的争吵，那女孩知道吗？知道，也是觉得他家比较物质，为什么觉得？他也觉得他家比较物质哈。你看你们聊得多好啊！你跟你这个好朋友怎么样描述你这位女朋友的？我听听。就是觉得他就那种大大咧咧，老是翻我的手机啊啥的，比较任性吧。我问一下，你跟那个女生真的没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普通朋友。那为什么他打电话过去，那女生要马上挂断？怕我们吵架啊啥的。他为什么会怕你们吵架呢？他如果他的身份是光明正大的，他明明就说我就是他一朋友，我叫什么姓什么，我干嘛要把电话给挂了呢？还有，当他发现你跟那个女生通话的时候，你干嘛要跪下认错呢？就是觉得当时吧，我真的和那个女孩真的什么关系？那你干嘛要认错跪下？你不知道他当时。我希望你在这儿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。他当时闹得特别厉害，你知道，我开着车往前走，他就要打开车门，就要往下跳呢。我当时怎么拦也拦不住，我当时直接把手机摔了，我就给他道歉啊啥的。你老老实实承认你跟那个女的到底什么关系？最好今天把这事儿全部都说清楚，要不然的话，接下来所有的事儿不能开成。我在认识他之前，就是和这个女的处过一段时间吧，但是认识她之后就……你为什么不跟她结婚呢？我认识她之后，我就和她分手。分手了干嘛还在一起？家长里短的，那么亲热。就是觉得这个人比较那个，挺好的吧，感觉。那现在再评价一下这两个女生哪个好一点？
各有各的特点，各有各的特点啊，两个都想要啊。也没有。行吧，我说完了。来，丘比特问卷。和自己的那个神秘的前女友，你们要是在一块儿，那该多好！我就弄不明白，你们两人有那么多知心话要说，你来我往，亲密无间，干嘛就要鬼鬼祟祟的躲在后边，还要去祸害别人？他祸害他的前男友分手了，你来祸害你的这个现任的女友，我真弄不明白，你们俩那么好，干嘛不在一起？就那个呢，就明知道这是一火坑，他一次又一次的自欺欺人，觉得啊，他不是这样的，那个女人没有问题，一次又一次的原谅，结果飞蛾扑火，这儿呢就瞒天过海。而且你知道吗，男生，你知道你最遭恨的在于哪几点吗？第一，这边谈着，那后边还有一个，这叫劈腿吧。第二，人家一旦发现了之后，你能跪下来谄媚吧？第三，过河拆桥，一旦订了婚，马上凶相毕露。如果说你一直认为你后面有一个女生你是愧疚的，那么在订了婚之后，你应该加步的弥补自己的愧疚。你觉得我做了那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我有点对你不忠，我就加倍对你好。你不是，你反过来是对他呼来喝去的，所以你哪有一点良知？我不管你跟那个前女友有没有关系，你自己内心是有愧疚的。你没有愧疚，你不可能跪下来，但你的跪不过是权宜之计，先把他哄过来再说。而你也遭恨，你老骗自己干什么呢？你们两个人都特别适合那句我曾经说过的话，那就是你以为的是你以为的吗？就男生以为我瞒得住，女生也是，而我以为男生真的像他悔改认错那样，那事儿真不是真事儿。把我娶过来之后，真能对我好，在家人面前对我呼来喝去，那不过是表面上的，背后他还会改好的。所以你今天来了就没有底线，没办法，这就是一火坑，你自己要往下跳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你太没自尊了，人家心里面压根没有把你当自己的未婚妻，他瞒着你做这样的一些事情，你觉得你还能跟他在一起？你要是跟他在一起，说真的，你真是打自己的脸，让自己的家门蒙羞。我觉得但凡是有点自尊，或者说在这个生活当中关爱自己女儿的父母，都绝对不可能让你跟这样的一个骗子在一起。好自为之吧。谢谢老师。